石亨认为明军应该以北京城防作为重点，坚守城墙，以逸待劳。虽然现在北京有20万兵马，但是缺少精锐部队，特别是克制蒙古骑兵的神骑营损失极其惨重，而且现在京城内的粮草足够大军支撑1-2个月之久。但于谦并不赞同，他指出奈何示弱，使敌轻易我。此话一出，在场所有将领面面相觑，因为事实正是如此，战争就是强迫对方认同己方的暴力手段。现在野先势头强盛，那么既然决定与蒙古正面对决，就要让对方看到死战到底的决心。最终会议否决了石亨的龟缩战略，按照于谦的策略，全军开出九门之外，背城决战。当年的京城是全球最大城市，其中外围城门共有9个。从明军掌握的情况看，野先最有可能从京城西面进攻，但是由于明军已经得知野先现在不仅有朱祁镇这个把柄，还有太监喜宁这个叛徒，因此于谦认为野先已经非常了解京师构造，不会从西面进攻，而是北面，因为如果北面城墙被打开，可以很快的攻入内宫以及皇宫。根据这个判断，于谦开始部署9门防务，他并没有将兵力平分在9门，而是将主力集中在西面和北面4门。具体部署如下：南侧由都指挥李端指挥5000备操兵守备正阳门，都督刘德新指挥1万备操兵守备崇文门，都指挥汤杰指挥5000备操兵守备宣武门。3人由都督刘德新统一指挥，他们的任务是只守不攻，没有于谦将令，不得擅动一步。东侧广宁伯刘安领2万备操兵守备东直门，武进伯朱英领2万备操兵守备朝阳门。这2支队伍除了要守城，还有机动策应的任务。西面都督刘据领3万备倭军守备西直门，镇远侯顾兴祖领2万备倭兵守备阜成门。这2人由于谦直接节制，随时听令行动，同时又派高礼毛福寿率1万精锐5军营士兵在皇城外驻扎，随时支援刘据。北侧是于谦的防御重点，派都督陶瑾领兵1万守备安定门，于谦本人则和石亨一起统帅京师中抽调的5军营5万人马，坐镇德胜门指挥全军。此外，孙唐率13000营精锐骑兵在北面游击支援，范广率1万神机营和骑步兵混成部队在北京城西北方向待机而动。一切部署完毕，于谦将兵部事务全部交付给新任兵部侍郎吴宁，自己和石亨率部开出城外，传令全军关闭9门。随后于谦下了一道死命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退者，后队斩前队。平心而论，军事方面于谦不如他的对手有经验，可于谦有一颗必死的决心。所谓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说法，在我看来并不准确。皇帝一个人无法保卫国土，更多的是像于谦这样的社稷之臣，还有20多万即将在天子脚下浴血奋战的将士。10月11日，野先的先锋部队对西直门发起了试探性攻击，防御西直门部队的3万备倭军战斗力并不弱。按照于谦的预判，其他弱侧的主力部队直接分兵过来，野先也只能撤退。此前蒙古骑兵一路高歌猛进，野先并没有预料到精锐尽失的京城守军能有如此强大的执行力。他发现强攻无果之后，准备与大明和谈，但是蒙古方面开出了1亿2白银的天价退兵费用。朱祁钰只能给他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钱可以给，我们天朝不差钱，但是我要去商量。于谦从来就没有和谈的打算，一来城下之盟十分屈辱，二来他这一段时间所做的一切都将付之东流。但是这同时也是一个机会，明朝政府可以借此确认一下朱祁镇是不是还活着，毕竟那是之前的皇帝。所以一番商量之后，决定派遣使者。在确定朱祁镇还活着之后，使者王复说道：你们是以送还皇帝为目的，现在这是在干什么？同时他告知朱祁镇，你现在已经是太上皇了，你儿子朱见深是太子。也先发现和谈无果，只能送还使者，继续扣押朱祁镇。出兵的借口被拆穿，但现在蒙古将至壕边，也不能贸然撤军，所以也先下一步亲自率领了1000余人的侦察部队，
在北京城外围分析明军的防守布局。他发现虽然南面三门防守较弱，但是里面是一大片的居民区，一旦陷入巷战，那他的骑兵部队将毫无用武之地。眼下他也只能强攻北面的德胜门、西直门，所以也先制定了佯攻德胜门，牵制于先石亨的主力部队，重点攻击西直门的战术。10月13日寅时，由保罗等人率领的1万佯攻部队突袭大明京城德胜门。于谦身着铠甲，与石亨一起率领5万大军迎敌，1000多名瓦剌骑兵迅速出列，冲向大明阵地，并且下马开始用弓箭射击。这是瓦剌骑兵惯用的拉扯战术，但于谦早有准备，他指挥部队架起大盾，组成龟阵向前推进，并下令大炮火力全开。于谦此生第一次看到如此壮观的场面，他深知大明国运就在今日一战。但明军尽管在数量上有优势，可速度上却是绝对的劣势。他们这套战法的关键在于要逼迫对方骑兵主动攻击己方的步兵阵营。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神机营火器的协助。只可惜这支部队的精锐多数已战死在土木堡，所以虽然炮击气势汹汹，但瓦剌骑兵的损失并不大。战至辰时，明军这边只有几百人中箭伤亡，而瓦剌骑兵突然发现情况不对，这看似笨重的步兵方阵实际上已经切断了其余主力部队的联系。如果再向东走，那驻守安定门的陶瑾统帅的1万人就挡在前面。原来他们中了于谦的计，于谦就是要利用蒙古骑兵的作战优势，把他们带离主战场。眼见德胜门已经陷入僵持，也先开始了他的 B 计划。他亲自率领麾下3万人马，开始对西直门进攻。而西直门的守军主要集中在小土城之中。于谦的用意是将部队前提，减少骑兵的冲击力，同时用城内街巷牵制蒙古骑兵。此处的被窝兵常年与海盗交战，是征集的军队中相对有战斗力的，同时作风也十分彪悍。眼看3万蒙古骑兵出现在面前，刘据麾下副总兵5星都督王敬直接率2万部队对蒙古骑兵发起了冲锋。叶先非常吃惊，他纵横草原这么多年，还没见过步兵冲锋骑兵的。眼见他的骑兵被明朝重装步兵近身拖下马，他也只能下令后撤。瓦剌军的主力竟然被逼退了，刘据异常高兴，立即派人上报于谦，称西直门已经击退了敌军的进攻。而此时被窝军获胜，气势大振，便开始生出轻敌之心。几个负责监军的太监想要争功，竟然带着几百人向后退的蒙古骑兵重新发起冲锋。叶先终于反应过来，这并不是什么特别的战术，只是一种鲁莽的冲阵。于是叶先重振旗鼓，明朝副总兵5星被一箭射穿喉咙，当场殒命。主将一死，军队立即大乱。刘据也只能且战且退，并向于谦重新报告，请求预警部队高礼、毛福寿等人的增援。千钧一发之际，明朝的百姓站了出来，他们登上屋顶，用石头瓦片攻击叶先。虽然无法阻拦瓦剌骑兵，但也能起到一定程度上的牵制作用。就在明军西直门即将战败之时，战场上突然出现了一支明朝骑兵部队，这是孙唐率领的13000营。这支部队是士兵制，之前主力大部分也在土木堡殒命，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几番对攻下来，孙唐虽然勇猛无比，一人便斩杀数名敌人，但是整体上明军还是处于劣势。自从土木之变7月开始到现在，叶先还没有遇到过如此难缠的对手。孙唐的3000营将士个个勇猛无比，叶先也无法撤退，因为如果撤退直接功亏一篑，他只能寄希望于先前牵制于谦的保罗部队能够前来支援。而此时如果保罗想要与西侧的叶先合兵，只能继续北撤，绕行到西直门。但于谦在这里已经做好了周密的安排。还记得之前于谦部署在城外的策应部队吗？他们驻守在更北侧8里，这是范广率领的神机营将士。此时他们正在一处废弃的民房区里埋伏，等待羊入虎口。果然，就在瓦剌部队向北侧突围的时候，在他们的大后方突然出现了一支小规模骑兵部队，同时石亨也率领5军营步兵与其缠斗绞杀，正好陷入于谦的包围圈。此时神机营士兵手拿火器，突然出现在毫无准备的蒙古骑兵面前，被叶先寄予厚望的保罗在战乱中死亡。
京城北侧哀兵满营，已成为血的海洋。午时，当野先看到于谦的大旗出现在西直门时，他已经确定自己失败了。他下令瓦剌骑兵停止进攻，向大本营撤退。明朝将士在于谦的规划下，经过1天的浴血奋战，终于打赢了这一仗。此战双方都有损失，尤其是西直门之战，明军2名副总兵武兴和高礼阵亡，3万被倭军以及3000营骑兵也在西直门损失了近1半。但真正让野先付出重大代价的还是德胜门之战，蒙古瓦剌先锋的2位指挥官双阵亡，1万多人的部队损失了近70%。城下一战，蒙古方面在兵员素质和战争经验上占尽优势，同时他们的战略构想也明显高于明朝军队。他用1万人的兵马牵制住了于谦近6万的部队，但其赋予1万先锋部队的任务实在过于繁重，既要牵扯6倍于己的明军，又要从后向主攻方向西直门发起突袭，实际上是把自己最精锐的力量投入危机之中。而造成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还是野先兵力不足，思想意识上比较自大。同时，作为新手统帅，于谦最大的成功就在于他坚持住了自己战前的策略，即使发现野先的主攻方向和自己的判断并不一致，他也没有慌乱和轻易改变计划，反而坚定地消灭野先的牵制部队，再转而进入主战场。因为于谦已经敏锐地发现到了战争的核心问题，那就是对于兵力不足的野先来说，哪怕只是牵制部队遭到打击，也是无法承受的。也正因为是于谦统帅的明军在京城下展现出了视死如归的战斗意识，才让野先彻底放弃了攻克北京的打算。之前土木战败，明朝的脊梁几乎被打断，如此险境，于谦能够临危受命，定大计于朝堂，立新君稳民心。敌人兵临城下，于谦亲自披挂上阵，绝不后退一步。所谓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大明帝国的救世宰相于谦当之无愧。10月15日夜，野先虽然已经撤出京城腹地，但还在玉泉山附近扎营。于谦下令神机营炮击野先大营。与此同时，宣府总兵杨洪奉命前来，野先终于知道他这一战彻底失败，准备离开京城。此时杨洪提议20万大军全军出击，将野先全歼，永绝后患。但是于谦并不同意，他认为此前的北京保卫战已经能让对方足够忌惮，同时这20万兵马毕竟是临时拼凑，如果继续进行大规模战争，野先恐怕会鱼死网破。现在正确的做法应该让他们主动撤回草原，并派部队紧随，收复之前失去的关口，将双方态势变回土木战败之前。10月17日，蒙古的所有部队已经退出关外，至此京城保卫战彻底结束。朱祁钰十分高兴，江山算是保住了，现在是论功行赏的时候了。武官当中，自然以军衔爵位最高的石亨当居头功，石亨进爵武清侯，成为武勋贵族集团的核心领袖。而文官之中，于谦自然首功，但他仅只是加官从一品少保，并没有世袭爵位。但是于谦根本不在乎，他进言说道：“成交多累，卿大夫之耻，敢邀功赏哉。”但是如果于谦都不接受赏赐的话，其他人怎么办？人都是有私心的，你于谦可以两袖清风，但是别人不能。但即便是这样，依然有人对于谦打抱不平。这个人就是石亨，他认为给于谦的封赏太少了，于是石亨背着于谦继续向朱祁钰提出应该进一步封赏于谦。如果于谦不肯接受的话，可以改封给他的儿子于冕。这个做法实际上并不符合明朝的规矩，毕竟非军功不得封世袭职位。虽然于谦这次是明军的总指挥，于情于理他都有封爵的资格，可如果接受，就表示他的身份改变了，他将由科考出身的文官之首摇身一变成为武勋集团的代言人。石亨的做法是代表他身后的贵族们把于谦这个最受皇室信任的文官拉入己方阵营。作为在官场上摸爬滚打30年的于谦，他怎么可能不清楚石亨的心思？于是他上书朱祁钰说道：“现在国家正是多事之秋，作为臣子不能够因私废公。”他批评石亨，认为石亨不推荐其他京城保卫战中的将领，偏偏推荐他的儿子，这必然会引起百官议论，因为石亨本身就是于谦保举上来的。如果到时候有人指责他们2人结党营私，图谋不轨，百口难辩。最后于谦说道：“臣于军功力度侥幸，绝不敢以子滥功。”
其实这封奏书的意义很大，于谦除了拒绝了封赏，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他在主动疏远石亨。因为于谦在晋升少保之后已经位极人臣，如果于谦再和石亨这样的武勋贵族交好，会让皇帝心生忌惮。只可惜石亨无法领悟，从此便和于谦恩断义绝。同时于谦这种做法无疑伤害了于勉。之前他一直在杭州老家照顾祖父于仁，想要入朝为官走上仕途，此时受阴封官，似乎是于勉此生仅有的机会了。对于这一点，于谦跟儿子交代得很清楚：我本书生不知兵，为圣主忧勤，无份当死，遂不揣调度军马，区区犬马之劳，故合宠义之众，而亦砥砺名节，务添朝廷官耳之意。能够在立下社稷之功的同时，依然保持如此清醒的头脑，辞让封赏，拒绝拉拢，甚至委屈自己的儿子，于谦的高风亮节让人难以置信。这一年，于谦52岁，他在战场上打败了凶残狡黠的敌人，成为了大明百官之首。可在北京保卫战之后，在大明官场波云诡谲的政治角力中，于谦还能独善其身，全身而退吗？